等等我！明明刚才这里有火光的，搜，跟我去看看。哦，好。快！云奇，你醒醒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云奇，你干嘛？我是英男。云奇，你。血！洛你妹妹。云奇，你现在这条小命就被我攥在手心里面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？谁让我是你妹妹呢？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大功告成，准备撤退。刚才明明看到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会不会是我们看错了？好了好了，先不要说了，赶紧分头看看吧。好。哎，好像走了。白师兄，英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好巧啊！我是来找我哥的。我哥呢？我哥……哎，他不在啊！他不在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等等。啊！英男，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这些衣服好像是……白师兄，我真的还有急事，我得走了。哎，英男。新九者，没想到你的尸体还有点用。
是英男的血令我的伤口愈合了。这么说，3年前在黑木林也是如此。人呢？哥，哥，你躲这儿干嘛？吓死我了！我嘿嘿，没想到小村村一代霸王于英奇也会有今天，嘿嘿。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的衣服啊？这不是白古义的衣服吗？什么？白古义的衣服？哎呀，这丢人丢到家了。没有啊，这里面是你的衣服，里面是，你看，来，我给你上药，然后你赶紧把衣服穿上。上什么药啊？你的伤啊，我给你上药，来。为什么不上药啊？你的伤啊，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你让我给你上药。什么伤啊？你看花眼了吧？什么？刚才那么大一片，你看见的。哥，我给你上药。哪有一个女孩子像你这样抢男人衣服的？你赶紧的。好了，你赶紧出去，我要换衣服了。出去。哥，好啊，于英奇，你没有伤，你怎么可能晕倒啊？你说，是不是你在玄机门受的伤根本就没有好，让你喝药你不喝，现在遭殃了吧？哈哈哈！还有，于英奇，你看着我的脖子给我老实交代，你又咬人又昏迷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这有多疼吗？都疼的要疼死了！你赶紧看呢，你再咬深一点，我的那个血呀，都要喷到你脸上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，我总感觉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我3年前脖子上的咬伤，根本就不是野猪咬的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你不说话，那就证明就是你。我知道了，其实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哼，什么难言之隐？我想想，梦游，哈，梦游。哦，3年前，你梦游咬了我一口，然后还骗能说是被野猪咬的。于英奇，梦游是病，一定要治。要治的话，就要看大夫。刚好任英姐也梦游，你们2个一起看大夫。说完了吗？我没说完，我还说好多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帮你治病。喂，你才有病！那边有火光，过去看一下。快！用这个给我涂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应该不是蜀山弟子配的药。是白师兄送给我的药，我之前就是用了这个药，所以我原先的那个疤痕就好了。云起，我旧伤刚好，你又给我添新伤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想累死我是不是？哦，原来你脖子这么粗啊！如果你觉得紧的话，
就当止血吧。云奇，你松开我，松开，松开！什么宝贝药啊？我看也就那样，而且都快用完了。你等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去！你的白师兄，要是知道你拿了他的衣服，他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。啊！我是因为谁才沦落至此的？于英奇，你这只野猪！哦，我是野猪，我是野猪。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谁是野猪啊？你是野猪！英男，白师兄，我刚才是跟他闹着玩的。哦，对了，白师兄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这是我哥的呢。你们没事就好，因为刚刚发生了一些事。仓虚的金99无疑，其致命伤为脖子上的伤口，貌似被扁薄锐利的物体所伤，但刀剑都无法造成如此纤薄的伤口，究竟是何种武器所伤，弟子也无法定论。不凡，在翠木峰时，你和金99共处一室，他出事前可有何异样？回禀掌门，金99被遣回仓虚那晚，本应回翠木峰收拾衣物细软，可是他迟迟未归。我以为他是因为白天负气而出走，所以并没有在意，谁知会发生此。这是那逞凶之人的，还是另有所属？诸位弟子，听闻昨天有人在宿舍和竹海的附近，看到了浑身起火的奇异之人，是否属实？确有此事。听迷臣讲，那火人的行迹很像传说中的火离人。如果真是火离人，那可不是小事。毕竟，如此张扬行事的火离人确实很少见。只不过，我们单凭一些烧过的衣服碎片和目击者的模糊描述，根本无法判定谁是凶手。与其在这里无端揣测，倒不如现在尽早着手调查。没错，妄下论断只会影响判断，还是需要查明真相，才能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，也能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。
长眉兄所言极是。既然如此，古义，你就代表苍须负责这个案子。是，古义定全力以赴，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。刚刚有人提到火离人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不如我们现在做个排查，看看这合办班里边是否有火离人。当然好，为免夜长梦多，现在就开始排查。这琉璃尊是我们蜀山圣物之一，九重冰尊，为至阴至寒的铜铁矿所铸，天生与炙热之物相克。刚才给你们服下的是我们蜀山弟子修炼时候所用的丹药，功效激发人体潜藏的力量，寻常人自然没有大碍。但如果火离人吃过之后，再触及九重冰尊的水，便会丹火爆发，严重灼伤。为何我从未听说蜀山竟有如此法宝？蜀山之大，法宝之多，不可估量，有所不知也是很正常的。怎么样，现在就来试试吧。你先过来。别磨磨蹭蹭，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余英奇没事，靠边去。靠边去，靠边去，下一个。打完了。余英男没事。好嘞，全部通过。既然各位都通过了测试，说明我们这里没有火离人。不过，金九九惨死一案，我蜀山必定追查到底。在未缉拿到真凶前，望各位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让歹人有可乘之机。今日就先到这里吧。掌门，师尊，你们传弟子来。鱼？这九重冰尊？没错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九重冰尊，就是一个鱼缸，既没有神力，水也是养鱼的水，不会使你丹火爆发。至于你吃的药嘛，算是便宜你了，那是我平日用来驻颜养身的好东西。雀影，这玻璃樽是用来观鱼养性的，可不是让你像今天这般胡闹。这不是胡闹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今日蜀山既出了杀人魔，又出了火离人，到时候人心惶惶，邪门歪道趁机作乱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今日我们哪里有这份闲心讨论这个鱼缸？所以我做的叫力挽狂澜，不是胡闹。弟子感谢掌门师尊相助，但我余英奇发誓，未曾谋害过任何人的性命，天地为证。谢就免了，找到凶手才是正道。英奇，今日之事也是给你一个警示，此后
你要多加留意合办班中的可疑弟子，切莫再受牵连。此事过后，我会召集各大门派的掌门，宣布一件事情。到时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做。弟子谨遵师尊教诲，定不负所托。师兄有什么事，一定要约我在这里说。这里就是之前金99跌落的地方吧？敢问师弟，这崖下的风景如何呀？师兄这话，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若说这崖下风光，恐怕只有金99师弟一人知晓。只可惜，现在他已经往生，恐怕也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此人不能说话，但不代表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。恐怕师弟还不知道，我在金99的尸体上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虽然尸身被烧，但脖子上的伤口清楚可辨，窗口发紫，显然是中毒所致。哦，既然是如此有趣的发现，为何师兄刚刚在大殿上不向众人告知呢？事到如今你还如此不露声色，确实是装腔作势的一把好手。别人可能不熟悉，但我却知道那伤口是怎么回事。那是朱颜草的毒所致。师弟，弟子们之前练功伤了筋骨，我过来拿些伤药。师兄稍后，我这就去拿与你。小心！这朱颜草其叶有毒，虽然花瓣可解，顾师兄还是小心为好。要说朱颜草，这蜀山苍虚上下谁人不知？这稀奇的药材，只有师弟你才养得活。什么火离人、合办班弟子，那都是假线索。金99，根本就是你杀的！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也没什么事，
就是来看看你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都忘了，白师兄，请进，请进，来。白师兄，去那边坐呀，我给你找点好吃的。陪我说说话就行。昨天的事有没有吓到你啊？还好，虽然金九九心术不正，但是一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的。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你知道我会与母分身，之前还是我将他推下山的。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才相信绝对不会是你。如果你想要取他性命，那么他早就没命了呀。没有必要这么折腾，所以我相信你。原来你的小脑瓜也知道推敲吗？不过这么相信别人可是不好的哟。你又不是别人，你可是白师兄啊。这个罐子里面放了很多泥土，却没种什么植物，是你的吗？这个不是我的，是琪姐姐的。她之前一直在这里面种的你送给她的朱颜草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了。生死有命，这样才对。放手。上次在竹林之中，我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重话。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当时我说，让你把这朱颜草给扔掉，已经扔了。我倒是头一回看到有人这样扔东西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只是这朱颜草十分难得，当然不能任由它在这里自生自灭。若是嫌这花扔了可惜，你摘走便是。花固然可贵，可这叶子一样必不可少。你瞧，没了叶子的朱颜草，也活不过几日了。那又怎样？反正已经没救了。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值得被拯救的生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养朱颜草的秘方。你若想知道，不如下次我再说给你听。开花容易生叶难，这一次叶子全掉了，若想再长满，怕是需要些日子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细心照料，这叶子迟早会长满的。书籍、史册、手札都封好了，千万别送错了房间啊！是。
哎呦，哎呀，谢师兄，你这个是画轴，不是史册，应该送到图卷库的。哦，哎呀，还是宋师兄你厉害啊！我这眼睛都看花了，差点犯了大错。谢师兄提醒，谢谢啊。师叔，您看现在门内的事情都千头万绪的，您就不能起来给我们说道说道吗？启明啊，别着急啊，我玄机门自有吉星庇护，就算我不帮忙，那老天爷他也会。哎，启明，看见没有？老天爷显灵了！哎，快去啊！是长眉真人的来信。信上说，唐掌门交托的东西已经收到，百里师叔已经找到了，只是，这是什么呀？百里师叔会不会回玄机门，就要看机缘了。启明啊，你百里师叔我是最了解的，他这个人呐，非常重情义，绝对不会置玄机门于不顾的，放心吧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玄机门总归是有希望的。如果百里师叔回来接管玄机门的话，那就有很多事情要交付于他。我现在就去准备，去吧。萧月，怎么了？这一脸的汗。喝点茶。有酒吗？你不是答应萧郎戒酒了吗？这又是怎么了？你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什么一直要喝酒？因为我只有喝醉了，才不会做梦。我跟我掌门师姐一样，我们所做的梦都能预见未来，而这些梦兆，往往都是灾难。最可怕的是，我梦境里的这些灾难都会一一实现。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，确实挺让你为难的。但是，你不做梦，那些悲剧就不会发生吗？你可曾想过，也许在你自欺欺人的时候，有些可以纠正的错误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。就像这杯茶，你不喝一口，怎么知道它不比杜康解忧呢？或许你说的对，帮我照顾好萧郎，我出去一趟。师叔，这些破损的文件我都已经修复好了，您看放哪儿比较合适啊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哦，百里师叔，您终于回来了！上次您暗中相助救了我们，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。百里师叔，
掌门被洛仙宫的人所害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咱们玄机门上下都盼着您回来，带领大家一起重振旗鼓。看你活蹦乱跳，没事就好。师兄，唐兴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嗨，一言难尽呐。都是洛仙宫那个妖女沙艳红从中作梗，杀害了掌门，逼疯了唐兴。哎呀，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喝口茶，败败火。师兄，唐兴现在在哪儿？我想见他。启明，把唐兴带来。好。师弟啊，这门中一别，没想到这么多年啊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要不是因为这门中有事啊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呢。我这都没回来呢，你们都已经遭殃了。我要真回来的话，我看这玄机门也保不了啊。哎，这么多年你漂泊在外，恐怕也是吃尽了不少苦头。哎，现在不同以往了，有些事情你躲是躲不掉的。哎，一味的追求平安，恐怕你只会失去更多。我这里有一颗药，或许可以让他安静一些。他这副样子，恐怕是很难医治了。他身怀武功，现在又精神恍惚，让普通弟子看押他，必定遭殃。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把他关押一段时间。结界已经设好了，他应该没有办法突破。不过恐怕这样子以后都得待在这个房间里了。这好端端的星儿，怎么被他们弄成这副模样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看着他的。辛苦了。我常年云游在外，这门中之事未曾帮上一二。师弟啊，你可有想过回来接管玄机门呐？